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：上了年纪，肌肉流失快怎么办？医生提醒，2件事做得越早，效果越好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会变得越来越虚弱，走路、爬楼梯、提东西都感觉到吃力，甚至连站起来都要用力地扶着。你可能会以为这是正常的老化现象，无可避免，只能接受。但是这些其实都是肌肉流失的表现，而肌肉流失不仅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，还会危及健康，甚至威胁生命。那么肌肉为什么会流失呢？如何来预防呢？一、老年人的肌肉为什么会流失？肌肉流失也叫做肌肉萎缩或者是肌肉消耗，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肌肉的数量和质量都逐渐减少，导致肌肉功能下降的过程。肌肉流失是老年人常见的健康问题。据统计，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 10% 到 20% 的人患有肌肉流失，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就有 50% 的人患有肌肉流失。肌肉流失不仅会导致身体虚弱、行动不便、容易摔倒、骨折等的问题，还会增加慢性病的发生风险，如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、肥胖、肝脏疾病等，甚至会加速死亡的风险。那么老年人的肌肉为什么会流失呢？肌肉流失的原因有很多，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内分泌系统会发生变化，导致肌肉合成减少，肌肉分解增加，肌肉的数量和质量自然就会下降。一般来说，人体的肌肉质量在30岁左右达到了最高峰，之后每10年就会下降 5% 到 10%。 缺乏运动是导致肌肉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因为运动可以刺激肌肉的生长和修复，增加肌肉的强度和耐力，而不运动则会使肌肉萎缩和退化，失去了功能。老年人由于工作、生活、健康等的原因，往往会减少运动，导致肌肉流失加剧。营养不良或者是不均衡也会导致肌肉流失，因为肌肉的合成和维持需要足够的营养物质，尤其是蛋白质，而蛋白质是肌肉的主要成分。老年人由于食欲下降、消化吸收能力减弱、饮食习惯改变等的原因，往往会摄入不足或者是不合理的蛋白质，导致肌肉流失加剧。还有一些慢性病或者是急性病也会导致肌肉流失，因为这些病会影响肌肉的合成和分解的平衡，导致肌肉的消耗大于生成，肌肉的数量和质量下降，例如糖尿病、肾病、肝病、癌症、感染、创伤、炎症等病都会导致肌肉流失。肌肉流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，不容忽视。那么我们该如何的预防和改善肌肉流失呢？2. 医生提醒，2件事做得越早，效果越好。1. 坚持适量的力量训练。力量训练也叫做阻力训练或者是重量训练，是指通过使用重物、器械或者是自身重力等的外部阻力，对肌肉施加适当的负荷，使肌肉产生收缩和张力，从而增强肌肉的力量、耐力和体积的一个运动方式。力量训练是预防和改善肌肉流失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，因为它可以刺激肌肉的生长和修复，增加肌肉的数量和质量，提高肌肉的功能和代谢，同时还可以增加骨密度，预防骨质疏松，改善身体姿态，减少受伤的风险。力量训练并不是只有年轻人或者是专业的运动员才能够做的，老年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能力，选择合适的力量训练项目和强度，进行适量的锻炼。2. 增加蛋白质的摄入。蛋白质是肌肉的主要成分，也是肌肉合成和维持的必需的物质。没有足够的蛋白质，肌肉就无法正常生长和修复，甚至会被分解为能量，导致肌肉流失。因此，老年人要预防和改善肌肉流失，就要保证每天摄入足够的蛋白质，以满足肌肉的需求。那么老年人每天需要摄入多少蛋白质呢？这个要根据个人的体重和活动水平而定。一般来说，老年人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应该在 1.0 至 1.2 克每公斤体重之间。
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老年人的体重是60公斤，那么他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应该在60到72克左右。这个摄入量比一般成年人的推荐量 0.8 克每公斤体重要高一些，是因为老年人的肌肉合成能力下降，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来刺激肌肉的生长和修复。除了摄入量，老年人还要注意蛋白质的质量和分配，也就是说要选择高质量的蛋白质食物，如鸡蛋、牛奶、鱼肉、瘦肉、豆制品等。这些食物中的蛋白质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，可以被人体充分的利用，而不是被排出或者是转化为脂肪。预防和改善肌肉流失的方法有很多，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2件事：坚持适量的力量训练，增加蛋白质的摄入。这2件事做得越早，效果越好。所以老年人不要等到肌肉流失出现明显的症状才开始行动，而是要从现在开始养成良好的运动和饮食习惯，让自己的肌肉更有力量、更有弹性、更有活力。3. 肌少症患者都是怎样诊断的？虚弱、容易跌倒、行走困难、步态缓慢，这些其实都是肌少症的临床表现，不过并没有特别的典型，所以很容易被人们忽视。但是在日常的工作当中，医生是怎么判断患者有这种疾病的呢？其实最标准的诊断应该考虑综合剂量和肌肉功能进行评估。1. 肌量减少， 2. 肌肉强度下降， 3. 日常活动功能失调。但是具体该怎么判断呢？其实上面的几个内容都是非常宽泛的，而具体的评估标准主要有以下3种。1. 步数测试，如果步数每秒钟小于 0.8 米，很容易说明问题。2. 静息情况下的握力，男性一般大于25千克，而女性握力要大于18千克。3. 肌肉的含量，当然具体的评估方法和结论是比较专业的，需要医生的指导和评估。不过小于这些数值就很能说明问题了。其实肌少症存在于很多人的当中，因为只要是岁数到了，没有力气似乎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。很多人都在遭受四肢力量逐渐减弱的困扰，这不单单是衰老的问题，跟骨质疏松一样，这也是一种疾病。中国的老龄化越来越严重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，老年人会越来越多。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理解老年人走路缓慢和平衡功能不好，并不是他们的本意，只是他们的身体逐渐生病了。另外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年老的时候，关注老年人就是关注我们自己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肌肉流失的问题或者是建议，欢迎您在评论区跟大家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